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选择这套方案啊。首先，为什么选择 Obsidian？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的话，是因为 Obsidian 的笔记它不和软件应用强绑定，也就是说，它的笔记文件是保存在本地的，数据由自己掌控管理，更安全，不用担心应用停止服务或者服务收费。第二个呢，因为它这个笔记文件保存在本地，所以它还支持离线使用。第三个，它的功能比较完善，支持 Markdown 语法、双向链接、图谱视图、绘制图表等。第四个，它有强大的插件和主题生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使用 GitHub 作为这个云端存储。GitHub 是一个基于 Git 的代码托管和版本控制平台，一般来说呢是程序员用的比较多，但基于它这个特性，它也是很适合我们用来托管和管理你的笔记文件的。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呢，一个是你可以免费的创建私有仓库，安全性很高，而且每个仓库的容量也很大，好像是有1个G 吧。对于我们这个笔记应用来说是绰绰有余的。第二个是它的版本控制。这个版本控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记录你每次修改或者新增的内容。你可以查看一个文件的历史提交记录，可以看到它的改动内容。第三个呢，就是跨设备同步，也就是说我可以在多台电脑上同时使用。第四个就是它的可靠性，因为这个 GitHub 啊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代码托管和版本控制平台，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倒闭的。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吧。我会把这个简要的操作步骤列在视频下方，你们可以参考对照一下。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大概的流程。首先要安装的几个工具啊，一个是 Git， 一个是 TotalSkit， 还有 Obsidian。然后呢，要注册一个 GitHub 账户，如果你已经有的话可以跳过。然后创建一个 GitHub 的私有仓库，用来存放你的笔记文件。然后在本地要创建一个 SSH key， 这个 SSH key 创建完之后，要在 GitHub 里面添加。这2步的作用主要就是在你本地的电脑和GitHub 中间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然后呢，就把这个仓库克隆到本地。克隆到本地之后，再打开 Obsidian， 导入你的仓库文件夹，然后就可以使用了。视频下方有这个不同步骤的时间节点，你可以按需观看。然后这个详细的步骤我也整理了一篇笔记文件，我也会把这个链接贴在视频下方。因为像这种电脑操作的，我建议都可以创建一篇笔记，然后你可以把我那篇笔记布置到你的这个 Obsidian 里面去。谷歌搜索 Git， 然后点这个第一个，然后下载。我电脑是 Windows 的，下载这个64位的。
然后谷歌搜索 TotalSkit， 点击下载。64位了。然后还可以下载一个这个中文的语言包，也是这个跟你下载的版本对应的。下载完成之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安装。先安装 Git， 就用默认的，一路 Next 就可以了。安装完 Gi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右键这里会多了2个这个选项。然后我们来安装 TotalSkit， 先安装这个。然后我们安装这个中文包，这里可以点击这个 Configure TotalSkit to use this language， 直接会使用这个中文的。好，安装完成之后，你在这个任意的这个文件夹里点击右键，就会出现这个 TotalSkit。你看，点击设置，这里就是中文的。谷歌搜索 Obsidian， 就是这个第一个，这就是 Obsidian 的官网。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界面。左边这边是笔记的目录，右边这个是笔记的内容。这个笔记内容的话，因为它是支持 Markdown 语法的，所以这个笔记的格式啊，看上去就很清爽。有标题，有这种分段的引用啊，包括这个链接啊，还有这标签啊，而且它是支持这个不同的主题定制的，你可以下载不同的主题配色，包括这个字体大小。然后右边的话显示的是一个文件之间的关系图，然后它还有这个移动端的应用。你可以看到它支持这种内部的链接，就是你从一篇笔记可以跳转到另外一篇笔记。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关系图。包括它还支持这种 Canvas 的这种笔记，你可以画一些图表，比如说那种关系图啊，或者那个流程图啊，或者做一些这个头脑风暴什么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庞大的这个插件的社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插件，你包括这个这种日历啊，什么看板呐、然后这个 Sync 功能的话是一个收费的功能，相当于是 Obsidian 它本身提供了一个云端的存储和版本管理的这么一个功能，等于你可以把你的笔记保存在这个 Obsidian 的云端。这个就和那些
云笔记工具差不多了，但这个是收费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不用它这个功能的。这个就是它的主题。然后我们下载的话就点击这个 Download for Windows。好，下载好了，我们安装一下。打开 Obsidian。我们先切换一下语言吧。好，然后就是进到这个 GitHub 里面。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需要先注册一下。注册的话需要一个邮箱地址，然后我已经注册过了，我就直接登录了。首先我们要新建一个仓库，用来存放你的笔记。点击这个 New 啊，然后先起一个这个仓库的名字，比如说叫 My Note。然后这里不能选 Public， 要选 Private， 私人的，这样的话别人就看不到你的这个笔记内容了。然后这里这个 Git Ignore， 你可以先随便选一个，等会儿我们需要改的，其他的不用了。点这个 Create Repository。好了，这样这个仓库就创建完成了。然后我们首先还要在本地生成一个 SSH key， 在任意文件夹下点击右键，选择这个 Open Git Bash Here。这里我们要输入一段指令，就是这个我待会儿会贴在视频下方。后面的话要改成你自己的邮箱地址，就是你注册 GitHub 的邮箱地址。一直回车就行了。然后这个就表示已经生成成功了。然后我们到这个对应的目录去找一下，在 C 盘用户点 SSH 里面，这个就是生成的这个 key 啊。然后我们进到你的 GitHub 页面，点击这个 Settings， 这里有一个 SSH and GPG keys， 切换到这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New SSH key， 这个 title， 这个可以随便起一个 PC， 然后这里这个 key， 我们打开这个点 pub 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用这个记事本打开，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啊，全部复制过来。好，这样就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从这个仓库里面拉代码到本地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新建的那个仓库，这个点击这个 code 旁边这个下拉框，
复制这个链接，按右键 TotalSkit， 点击克隆，点击确定。好，这个就是你仓库的内容。好，仓库克隆下来之后，首先我们要做一件事，进入到这个仓库的目录，可以看到有一个 git ignore 的这个文件啊，我们编辑一下，把这些全都删掉。输入这个点杠点 obsidian 斜杠，保存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后提交的时候，这个文件夹下的内容就不会提交了，因为这个目录下面主要是 Obsidian 的一些配置文件，这个不需要提交的。然后我们右键在这个 TotalSkit 里面提交一下，在提交前必须设置用户名和电子邮箱，是确定。这里要先设置一下这个用户名称和电子邮箱，这个你可以，这个就填你 GitHub 的这个用户名和邮。你看到，这个就显示已修改。你双击可以看到它修改的内容。你看，这个是你修改之前的，这是修改之后的。然后提交的话，这个日志信息需要填一下，这个你可以随意填嘛。然后这个提交下面这个，我们可以选择提交并推送。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代码就已经提交到 GitHub 仓库了。我们可以去仓库上看一眼啊。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修改过的。你看，1分钟之前修改的。然后我们打开 Obsidian， 这里选择打开本地仓库，然后选择你本地的 GitHub 仓库，这个 MyNote。好，这样所有的安装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bsidian 怎么用吧。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新建笔记、新建文件夹、排序，全部展开。我们先新建一个文件夹吧，比如叫 AI， 然后在这个 AI 下面再新建一个文件夹，比如叫绘画，这里新建一个笔记。Stable Diffusion， 然后你可以直接写啊，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TXT， 比如你直接写，这样写
我建议的话是使用这个 Markdown 的语法。Markdown 语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看起来很清晰。比如说你输入一个井号，空格，这个就是1号标题。输入2个井号的话，就是2号标题，它会比1号标题小一点。然后一共支持6个井号。关于这个 Markdown 语法，我也整理了一份笔记文件，你们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然后如果你不习惯，或者说你记不住这个语法的话，你用鼠标右键也是可以的。你看，这里段落设置，这个就是一级标题。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标题，还有什么无序列表、有序列表，包括还有任务列表。这个任务列表还是可以勾选的。这样，它实际上是输入了一个这个东西，包括还可以插入表格。这个表格的话，你可以添加行、添加列。这个新增外部链接，比如说一个网站的话，你可以把网址写在这个里面，前面可以自己给它起一个标题，比如说百度。然后你点击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跳转了。这里还有这个新增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链接到你的其他笔记，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篇笔记啊，我们可以再建一个笔记。新增链接，你看，这里就会可以链接到其他的笔记，这里是可以搜索的。就可以直接跳转过去。还有很多语法我就不一一演示了，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然后，如果你不喜欢你当前的这个主题，你包括配色、字体大小，那你可以去在这个设置里面啊，你看这里可以外观、主题，点击这个管理，在这个里面可以下载其他的主题。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 Node 这个主题啊，因为它这个不同的那个标题，1级标题、2级标题，它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样看的比较清楚。点击下载并使用。好，你看，就是这样的，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然后刚才设置里面还有这个第三方插件，
你如果要使用 Device 三方插件的话，需要先关闭安全模式，然后可以浏览这个社区插件，这里面有好多插件，这个是日历插件，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日历。我们试一下。哦，在这里啊，这个这里就可以建立这个笔记，建立这个日期的笔记，可以建立一些这个需要完成的事项什么的。比如在这里插入一个这个任务列表，比如我们输一个买米啊，好，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步就是，你添加了这个笔记或者修改之后，如何提交？进到我们本地的这个仓库文件，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仓库文件里面已经有了你刚才添加的这个笔记文件。啊，包括还有这个点 Obsidian，这个是不需要提交的。这个是 Obsidian 的一些配置文件，就是我们之前在 Git Ignore 里已经配置过了。仓库的根目录下，在这里右键，先拉取一下，就你养成一个习惯，每次提交之前先拉取一下，确定。拉取之后，然后提交。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未受版本控制的文件，因为这三个是新增的，我们可以把它选中，然后这里随便输一个啊，然后选择这个提交并推送。好，这个时候，这些文件都提交到了 GitHub 仓库里面。这样的话，你从其他电脑上克隆这个仓库或者拉取代码的时候，就可以拉取到这些文件了。这个 TotalSgit 的这个操作，如果你没有计算机基础的话，你可能不是太好理解。你就按照我这个步骤执行就可以了。就是每次你在新增或者修改完之后，先拉取，然后再提交和推送。你尽量就是每天关电脑之前把你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提交一下。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们可以自己下载下来玩一玩。这个还是很好用的，这个我已经用了有2-3年了吧，这个 Obsidian。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